早上好，今天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天。我坐上小火车来到了附近的这个叫 Vesuvius 的小镇，我发音不标准，是梵高安息的地方。梵高是荷兰人，在他生前画作没有被商业化，所以算是一生穷困潦倒的艺术家，因此也患上抑郁以及有精神疾病。在37岁的时候用手枪就在这个小镇自杀了。每年4月到10月有从巴黎到这个小镇直达的火车，但是冬天没有，所以我就在临近的车站下走了半个小时过来的。有公交，但是要等1个小时。对了，我才 check out 住处，所以背着所有的行李，这就是背包旅行的好处。在你到达和离开的那一天，也可以背着包随处逛。就算你有最小的行李箱，你拖着也挺麻烦的。我来这个小镇就是想看看梵高画作的实景，然后和他的画作再拍个对比照片，应该很有意思。教堂表现在画作上，教堂的这幅画，梵高应该当时坐在这个位置画的。你看它的左右两面好像纸盒子一样给翻过来，在现实视觉里面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它是后印象派嘛。法国冬天的菜地。这个是啥菜呀？这个是豹子甘蓝叶，哇！一球一球的。这个葱的叶子发蓝灰色。梵高和他的弟弟葬在这里。梵高的墓就在那个墓园里，刚看到有90多岁的，有16岁过世的，人生真是或长或短，就过想要的一生吧。梵高在饱受精神折磨、贫穷的处境下，喝着苦艾酒，然后在郁闷中自杀。他生前每一顿都吃得上饱饭吗？他过世之后，画作价值连城。哦，嘿。你从哪儿来？哦，后面有一个人，所以他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？命运弄人。这里是麦田，但应该是秋收麦子黄金时候的样子。现在啥也没有，我只能说是我来的时候不对。另一位画家杜比尼也是在这里取的景，我们看一下。梵高在这个小镇就人生最后1年，生活了几个月。你看，1890年，这是3月到7月，好像是，但是画了挺多作品。这是他写给他弟弟的信。Really gravely beautiful is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side, distinctive and picturesque. 这边信里的一句 I should like to paint portraits which appear after a century to the people living then as apparitions. 挺幽默。这里是另一位法国画家杜比尼的家乡，他属于早期印象派，他的画作就还蛮写实的。这里是梵高当时的住所，我们来看看介绍。在梵高37年的人生中，他有过38个住处，在荷兰、比利时、英国、法国。在 Room of Suicide， 他在这个房间里去世的，然后这间屋子再也没出租过。哇，只有75 square feet， 应该是7平方米。这个作品是画他屋主的13岁的女儿。关了，3月2号才开放。我们看看这个景。从实景和画能看出来，梵高的笔触和色调都是很有主观色彩的。这2幅画画的是同样一个景，不同的画家。你看，从楼梯能看出来，
但是感受完全不一样。这幅画作是梵高自杀前几个小时他的最后一个作品。后来学者说，这幅画作相当于一个遗嘱，一封告别信。因为画的这是灌木丛，被砍断的树桩上长出新芽，就是灌木丛为生命而战的象征。那个城堡和梵高博物馆是关的，因为今天是周一。这个小镇的一趟街上，所有的餐厅都关门，所以我的午餐就变成了咖啡加上一个 egg tart。就一家糕点店是开着的，还挺有食欲。他给我加热了一下。我想要这凳子是反过来，我面对太阳。我还买了个苹果派，太甜了，像罐头一样。吃了一周的面食，我现在只想吃大米饭。上午经过这个河的时候，一片雾气。现在看远处的小房子。这个小镇看到很多骑车的人。有的小伙伴问我出门一个人怎么拍照，其实就是一个三脚架，上面放着手机，我手机是苹果的，然后1倍、2倍、3局焦距选完之后定时10秒，然后冲，摆好。这个凳子觉得是很好的造景，拍一个。这个座椅也很有意思。有小伙伴问我法国和西班牙如何做比较，这次来法国就1周，只能粗浅的聊下感受吧。首先，法国人英文普及率好很多，在巴黎我接触到的人90%能沟通，这个比率在巴塞大概40%到50%，这2个都是大城市。巴黎人的确时尚，包括街边咖啡店的装修挺浪漫，他们喜欢花和色彩，食物很精致。在巴黎大街上，我感到这种优雅随性的法式气息很浓，但法国人没有西班牙人热情，他们似乎不喜欢 anything non-French， 这点我在西班牙感受更包容随意。总之，巴黎是个迷人的都市，我定会再来欣赏它，但不会在此定居，因为我的个人气质不法式。我觉得选择居住的地方，环境特点和你的性格风格要相符。我还没完全找到这样一个地方，我正在和巴塞培养感情，但同时要去更多的地方看看。行，今天聊到这儿，下个视频带大家去一个全新的国家，拭目以待呀，拜。